你是不是也发现年纪越大，心里装的事情反而越多？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总像跑马灯一样转着白天那些烦心事。可能是孩子顶嘴的一句话，让你气得半天吃不下饭；可能是健检报告上的一个红字，让你隐隐担忧起未来的日子；可能是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让你惊觉时间过得太快；也可能是早就不联络却始终梗在心里的一段旧情，时不时地跑出来刺你一下。你翻来覆去，枕头都快被你睡热了，可是脑子就是停不下来。你常常在心里告诉自己，我要放下，别再执着了，明天还要早起上班，还有一堆家事要忙呢。可是你发现了吗？当你越是拼命地告诉自己要放下，那个执念反而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你。你越想达到无所住的境界，心却反而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越捆越紧，勒得你喘不过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修行的姿势不对，还是我们天生悟性太差，注定要在这红尘俗世里受苦？其实都不是。2000年前有一句经文如惊雷炸响，劈开了一个岭南樵夫的迷障，让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普通人瞬间明心见性，成为震烁千古的禅宗六祖。这句经文就是《金刚经》里那句点醒无数人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被无数人注解却依旧蒙着层层薄雾的秘密。慧能因为这8个字开悟，他究竟悟到了什么？其实这短短8个字里藏着的从来就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做的修行手册，也不是要你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人，而是让你直接看见真相的顿悟密码。如果你也常常觉得生活像一团乱麻，如果你也渴望在喧嚣的生活里找到一帖清凉的解药，请你先给自己倒杯温水，找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静下心来。或许就在此刻，你心头那片困扰你许久的烦恼迷雾就会跟着接下来的故事开始慢慢消散。也请记得为这支影片点个赞，按下订阅，并分享给身边那位同样需要心灵平静的朋友，让这份跨越1000年的智慧与更多同路人相遇。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轻轻拨回1000多年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古时候的岭南新州，气候闷热潮湿，年轻的慧能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穷苦樵夫。父亲早逝，他很早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每天天还没亮就要上山砍柴，再挑着沉甸甸的柴担走到城里去卖，换点粗茶淡饭来养活年迈的老母亲。他没有上过学，不懂什么深奥的哲理，他的世界里只有木柴的重量、汗水的咸味和母亲期待的眼神。有一天，慧能像往常一样挑着柴送到城南的一家客店，刚放下柴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正准备收钱的时候，他听见客店里有人正在念诵经文，那声音并不大，却像带着某种奇特的穿透力，穿过了周遭吵杂的叫卖声，一字一句直直地钻进了他的耳朵里。当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时，慧能整个人就像被一道无形的闪电击中，双脚像被钉在地上挪不开步。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心底某个沉重了千百年的枷锁在那个瞬间砰然炸开了。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无比澄澈，所有的疲惫和困顿仿佛一扫而空。他激动地冲上前询问，得知这是五祖弘忍大师在黄梅传法的《金刚经》。那一刻，他心里的火被彻底点燃了。他立刻安顿好老母亲，拜托善良的乡亲帮忙照看。
自己揣着仅有的一点点干粮，一路风餐露宿，鞋底磨破了就光着脚走，饿了就啃干粮喝泉水，朝着几百里外的黄梅县狂奔而去。到了黄梅东禅寺，弘忍大师一看这年轻人，一身破烂的粗布衣裳，长得黑黑瘦瘦，满脸风霜，就故意沉下脸考验他：你是哪里来的？来求什么？你这南方来的飞鸟，生得这般模样，哪有什么佛性，也敢妄想成佛？这话说得很重，换作一般人早就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但慧能毫不示弱，平静且坚定地回了一句：人虽然有南方北方的分别，难道佛性还有南方北方的差别吗？这短短的一句话，在弘忍大师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大师立刻明白，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樵夫有着非同凡响的根基，但为了保护这棵刚发芽的幼苗不受人嫉妒，弘忍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有些冷淡地挥挥手，打发慧能去后院的干特房里跟着下人们一起问米。这 M1 省就是整整8个月。慧能个子小，体重压不动那根粗大的干石，他就在腰上绑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来增加重量。石头磨破了腰上的皮肉，结了痂又再磨破，但他一句苦都没喊。白天他在闷热的窠房里踏着石床，听着那单调的嘎吱声，晚上就在柴草堆里默默关照内心。他不去前院听经，也不跟别人争论佛法，只是在每一次踏下石祠的起落之间，在汗水滴落的瞬间，真真切切地体会着心性的清净。后来五祖年纪大了，准备传衣钵，让弟子们每人写一首圣语，来看看各自的修行境界。当时寺庙里学问最高深，最受众人敬仰的上座师兄神秀，背负着所有人的期待，在墙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首诗写得极好，它几乎写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修行的真实写照。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心当成一面镜子，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和灰尘，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很努力，很戒慎恐惧地去擦拭它。我们拼命克制自己，不发脾气，不贪心，不嫉妒，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可是当大字不识的慧能请人把这首诗念给他听时，他却轻轻摇了摇头。他请人在旁边的墙上写下了那首震惊四座的千古绝唱：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一个饱读诗书打坐多年的首座大弟子，境界却不如一个天天在后院米的樵夫？关键就在于神秀的心被文字和概念给绑架了。他心里有一个坚固的我，有一面需要保护的镜子，还有无数需要对抗的灰尘。他每一天都还想要去做点什么来维持清净。这种时时勤拂拭的用力，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执着，依然是有所住。他活在一个需要不断防御的世界里，而慧能呢，因为他没有读过书，他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不需要用大脑去分析，去拆解佛法。他明白，我们那颗最本真的清净心本来就不存在任何实体，它像虚空一样广阔。既然连镜子都不存在，哪里还有什么灰尘可以染污它呢？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最高境界。它根本不是叫你去痛苦的练习不执着，而是让你突然看清，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执着。既然慧能一个没读过书的樵夫都能懂，那我们现代人读了那么多书，听了那么多心灵鸡汤，为什么还是会被生活里的
芝麻绿豆小事折磨得死去活来呢？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付出就有收获的模式。从学生时代为了考试熬夜刷题，到出社会为了业绩拼命加班，我们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只要我用力，只要我设定目标并制定计划，我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当我们遇到这8个字时，我们不自觉地把它当成了百货公司货架上的商品，或是某种可以考取证照的技能。我们心想，好，那我从今天开始，每天规定自己练习放下，遇到生气的事就强压下去，总有一天我能练成不执着的神功吧。但佛法偏偏不是这样运作的。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白熊效应，你越是警告自己绝对不要去想一只白色的熊，你的脑子里反倒全都是白熊在跑。修行也是一样，当你把因无所住当成一项专项训练去死磕，结果往往是越练越执着。这就像是你手里握着一把细沙，你越是害怕它掉落而用力抓紧拳头，沙子反而从你的指缝里漏得越快。我认识公园里的张阿姨，她手里总是紧紧攥着一串昂贵的紫檀木手串，嘴里念念有词，见人就说自己现在看开了，正在练习无所住。可转头去菜市场买菜，为了2-3块钱的葱蒜，她能跟菜贩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气得半天吃不下饭。回到家，儿子打电话说晚上要加班不回来吃饭，他看着满桌子的菜，立刻唉声叹气，觉得自己命苦，整晚都在抱怨孩子不懂得体贴。有一次在公园，我夸他，阿姨，您这手串盘得真漂亮，油光水滑的。他一听，立刻像触电一样紧张地把手串藏进袖子里，连声说，哎呦，可不敢亮。一亮我心里就起贪心，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不是违背了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吗？罪过罪过。您瞧，张阿姨把原本教人解脱的不执着，硬生生地练成了她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新执着。她害怕贪心，害怕执着，害怕自己修得不好。这种深层的害怕本身，不就是一种更可怕的束缚吗？佛陀曾说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佛法就像是渡河用的木筏，你要过河当然需要木筏，可是当你已经千辛万苦到了对岸，你难道还要为了彰显自己有木筏，而把它沉甸甸地扛在背上继续赶路吗？那不就成了一种折磨人的累赘了吗？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通病，就是总是想用大脑的理智去控制念头，想用意志力去消灭烦恼。这就像是一个人掉进了泥坑里，他急着想把身上的泥巴洗净，却慌乱地抓起旁边浑浊的泥水往自己身上泼。用充满杂念的心去消灭杂念，怎么可能洗得干净呢？既然无所住不能靠死磕硬练，那我们到底要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心，才算是真正的生其心？这个秘密其实根本不在远离尘嚣的深山老林里，也不在高深的经文著书里，它就实实在在地藏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甚至菜市场的讨价还价之中。很多人对生其心的理解，就像在自己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个无形的善恶侦测仪。有位退休的老教师跟我抱怨，他每天早上都要静坐半小时，专门在心里默念，告诉自己今天要生慈悲心，要生欢喜心。可是日子久了，他觉得好假，好刻意，甚至觉得自己很虚伪。我听了之后没说什么，只是指着他客厅角落一盆快要枯萎、叶子发黄的绿萝，让他帮忙搬到阳台去晒晒太阳。他走过去，轻手轻脚地搬好。搬完后，我笑着问他，您刚才搬花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拼命告诉自己，
我现在要生出一个无比巨大的慈悲心来对待这盆植物。他愣了一下，抓抓头说，没想啊，我就看它叶子都黄了，怪可怜的，觉得它该晒太阳了，顺手就搬过去了。我说，这就对了，您刚才那份没有经过大脑计算的自然体贴，不就是您本来的菩提心在流露吗？非要刻意去生出个什么特定的心来，就像是在平静的湖水里乱搅一通，反而把原本亲近自然的心给搅浑了。这让我回想起年轻时在寺院厨房帮忙的时光，那位负责掌勺的老法师炒青菜从来不放味精，就是普通的油盐，可是炒出来的菜就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鲜甜。有天我忍不住去请教他秘诀，他笑着指着热气腾腾的铁锅告诉我，那菜下到热锅里滋滋作响的时候，你的心就跟着那声音走，感受火的温度和菜的变化。别去想着怎么炒才会被住持称赞，也别管别人会不会嫌弃，你只要专心照顾好眼前的火候，这把菜自己就会把最鲜美的味道透出来。当你的心不执着于怎么表现好，会得到什么评价这些杂念时，你本具的智慧和能力就会像青菜的鲜味一样自然显现。现在很多人学佛修行，每起一个微小的念头，就赶紧停下来自我审查，分析自己刚才那句话有没有住相，结果把自己的心折腾得吵吵闹闹，片刻不得安宁，比不学佛的时候还要焦虑。前阵子我在整理母亲遗物时，翻开了她抄写半辈子的《金刚经》笔记本，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她用红笔写下一行字，买菜时讨价还价，算不算住相？看着那行字，我眼眶热了。其实母亲早就用她一生的行动明白了这个道理。小时候跟她去传统市场，她总能用最公道的价钱买到最新鲜的蔬菜，跟菜贩讨价还价也毫不含糊。但奇怪的是，那些老板娘都特别喜欢她。为什么呢？因为她在精打细算的同时，如果看到哪个老板娘今天生意特别冷清，她就会默默地多买2把青菜。如果听说哪家菜贩的孩子生病了，找钱的时候她就笑着说不用找零了。真正的无所住，不是从此披上袈裟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连买菜都不问价钱装清高，而是在俗世充满烟火气的讨价还价中，还能记得给别人多留一份温暖与体贴。这种在生活缝隙里自然流露的善意，才是生其心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很多老修行常常纠结一个问题，究竟是先做到无所住才能升起清净心，还是先升起清净心才能做到无所住？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就像你在问天上的太阳是先发光还是先发热一样。维摩诘经里有一位维摩诘居士，他虽然是在家修行，境界却极高，但他常常出入酒肆甚至妓院这种复杂的场所。有弟子看不下去，质问他这样怎么能算是修行？维摩诘居士笑着指着街上反问，你看那位卖花的姑娘，她捧着清香的莲花经过妓院门口，这花的香味会因为路过不洁的地方就变臭吗？我虽然身处红尘之中，看尽人间百态，但我的心无所染着，无所住和生其心根本不是分开的前后两步，而是当下一体的两面。就像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嘴唇一动，声音同时就发出来了，哪里分得出什么先后呢？有位老人家，老伴刚因病过世，他每天以泪洗面，天天对着遗照说自己想放下，却怎么也走不出来，痛苦不堪。一位禅师见状，便把他带到寺庙后院的一口古井边，让他低头看井水里的月亮倒影。老人一伸手去捞，
水面泛起涟漪，月亮瞬间就碎成了一池波光。手一离开，水面渐渐平静，月亮又圆圆满满地显现出来。老人看着水面恍然大悟，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原来我天天痛苦地想着要放下，就像是拿着一个破网子去捞这水中的月亮。我越是着急去捞，水面就越乱。原来这想要放下的念头本身，本来就是抓不住的幻影啊。慧能大师当年开悟的时候，并不是神明给了他什么特异功能，也不是他突然学会了什么高深莫测的放下技巧，他只是突然看清了一个事实，他从来没有被任何念头真正绑住过。这就像天空无比辽阔，偶尔飘过几朵乌云，但天空从来不会被云彩给缠住。你心里懊恼地想着，哎呀，我怎么又在胡思乱想了？这句话本身不就是又住在胡思乱想这个念头上了吗？真正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明白你永远是那个坐在台下看电影的人，而不是电影里跟着剧情哭笑的反派角色。念头来了，你知道它来了；念头走了，你知道它走了。你不跟着它跑，不去挽留它，也不去厌恶它，赶走它。这个能知能觉，安安静静看着这一切发生的心，就是你本来就有的清净心。我们在生活里常常把不执着变成了跟自己的念头打架。看见孩子把袜子乱丢不听话，火气上来了，立刻告诫自己是修行人不能生气，结果火气不但没消，反而又多了一层我不该生气却生气了的懊悔与烦恼。真正的修行就是在这柴米油盐的繁琐里练出一身不沾锅的功夫。我邻居王大爷退休后报了书法班，但总怕自己手抖写歪，越怕越写不好。有天我拿过他的笔，在宣纸上故意画了一道歪七扭八的线，问他，王大爷，这张纸有没有跳起来骂你说你不该画这么歪？他愣了一下，笑了。咱们的心就像这张无限包容的白纸，所有的念头、情绪就像画上去的线条。无所住，不是逼自己必须画出绝对完美的直线，而是清清楚楚地知道线是线，纸是纸，线条画得再歪，也伤不到纸的本质。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把这份高深的智慧落实到我们今天庸碌的生活里呢？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立刻就能做，而且极其简单的小行动。第一个小行动，专心吃一口饭。现代人太忙了，多数人吃饭时不是盯着手机追剧，就是脑子里早飞到下午的会议去了，连自己嚼的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今天下一顿饭，试着把手机放远一点，就只要一口，夹起一口饭菜，细嚼慢咽，感受米粒在舌尖化开的香甜，感受蔬菜的爽脆，听听筷子轻轻碰到瓷碗的清脆声音。就在你完全专注于吃饭的这一刻，不思过去，不想未来，您生出的这个毫无杂念的心就是清净心。第二个小行动，念头起来时轻轻问一句话。生活中总有摩擦，当另一半看电视声音太大，或是孩子又惹你生气，火气刚要从胸口冒出来的时候，别去压抑它，也别立刻开口骂人，你就在心里轻轻问自己一句，这会儿我的心住在哪儿了？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问，就像是在噩梦中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一样。那股原本要爆发的烦恼冲力，瞬间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弱了一大半。第3个小行动，睡前3分钟的看云练习。晚上洗漱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这时候脑子里肯定会不受控制地冒出很多白天的杂事，别去驱赶它们，你就想象自己躺在一大片草地上，
把脑子里冒出的杂事当作天上飘过的云朵，在心里默默地看着，我对明天报告的担忧飘过来了，我今天早上被主管念的生气飘过去了，你不去追赶它，也不用力推开它，云朵飞过了，天空依然是空的，这片清澈空旷的天空就是您的清净心。当咱们不再每天急急忙忙的要放下，要开悟，不再跟自己较劲，只是轻轻地觉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你会发现那种无所住的自在感就在不经意间悄悄来到了你身边。咱们大半辈子都在努力拼搏，总觉得修行也是一种任务，就是要修出个什么名堂来，非要把自己这栋老房子敲掉重练，换上华丽的装潢才觉得好看。可是佛经里常说的心性本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金矿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外表沾满了肮脏的泥沙，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但不管泥沙再多，金子闪闪发光的本性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心就不需要去重新制造一块金子，我们需要的只是轻轻擦掉上面的灰尘。我们的清净心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暂时被要赚更多钱，身体这里痛那里酸这些念头的乌云给挡住了。我有个信徒老太太，天天在家里对着佛像诵经几个小时，却总是跟住在一起的儿媳妇闹别扭，家里气氛乌烟瘴气。老和尚点化她，指着桌上的茶杯说，这杯子本来是空的，才能装得下新泡的茶水，你心里装满了我修行多精进。儿媳妇实在太不懂事的强烈念头，满满当当的清净心怎么可能有空间显现呢？老太太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天天向外求佛，却忘了最珍贵的钥匙一直紧紧攥在自己手心里。咱们这辈子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场失恋痛不欲生，觉得世界末日到了，中年为了车贷房贷和升职焦虑的猛掉头发。现在回头想想，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不都随风过去了吗？这本身不就是因无所住最好的证明吗？只是当时我们傻傻地跟着念头跑了，以为那些烦恼是实实在在能把我们困死一辈子的东西。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从来不是要我们斩断七情六欲，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冷血木头人，而是在我们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时，心里不留痕迹。我们的本心就像一面干净明亮的镜子，照见高山是高山，照见流水是流水，不管物换星移，镜子本身永远是一尘不染的。我们不要再拼了老命，流着汗去擦拭镜子了，而是要从根本上认清自己就是那面镜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你又开始为生活的琐事操心焦虑，为未知的明天感到恐惧时，不妨先深吸一口气，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现在紧紧抓着的这个念头，它真的能抓住什么吗？就像用力去抓一阵拂过脸颊的微风，你握得再紧，永远也只抓到自己空空的拳头。当我们不再跟念头拼命对抗，只是静静地坐在岸边，看着它们像清澈的溪水一样来了又去，你会惊喜地发现，那颗自由、轻盈、清净的心一直都在那里，它默默地在你的心头流淌，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未离开过。今晚的影片到了尾声，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你深爱的牵挂的人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让我们用这些充满温度与善意的文字，在这里凝聚成一个强大且温暖的正向磁场。当你愿意给予别人一丝祝福时，
这份慈悲的善意，最终也会回过头来温柔地照亮你自己的人生道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有那么一句话触动了你，请帮忙点个赞，按下订阅。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位同样需要心灵平静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在佛法智慧的指引下，拨开迷雾，照见本心，活得更加自在、从容与通透。阿弥陀佛，我们下次见。